在2007年，随着东方封神论发售，八坂神奈子和谢死周芳子分别作为6面 BOSS 和 EX 面 BOSS 第一次到了我们的眼前，而盾也将那场位于1000年以前被许多人遗忘的大战重新带回了我们的视野。相信就算是没有详细了解过日本神话的观众，也是知道东方版本的走访大战的。持有先进铁质武器的青蛙子，遗憾地败给了手持藤蔓的神奈子。有不少儿童作品不约而同地描写这一场面，但其实从唯物史观来看，青蛙子的失败是必然的。今天我将用不同的视角重新带给我看这场我们耳熟能详的走访大战。Hey guys， 这里是冰须。那目前频道有6000多位粉丝朋友，依旧是熟悉的你头骨我努力。等到8000粉，我将挑战自己开一档专门讲解东方同人动漫漫画的栏目。要是能够达到1万粉，我将 cos 为东方角色来录这期视频。大伙点赞加关注我们，直接开始吧。0人物介绍。由于下面会涉及一些神话的讲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把神奈子和邹方的人物原型讲清楚。八坂神奈子的人物原型呢并不单一，它是由剑鸣放神和其妻子八坂当美神共同作为原型的。这一点从盾赋予他八本这个姓氏就可以看出来，也暗示了神奈子既是失败的逃亡者，也是新家园的建设者。而邹方子的人物原型呢则非常纯粹，就是邹访地区最古老的元神神谢死神。以上就是简略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历史上的邹访大战。大概在15000年前到1万年前，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文明，后世称之为神文文明。而当时的日本邹访地区物产特别丰富，尤其是当时的邹访湖面积是现在的2倍，于是围绕邹访湖，大量的神文人在邹访地区定居。神文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了璀璨的文化，比如这件叫做假面女神的土偶，在东方的一些二创作品里就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神文人在过了1万年的安定生活以后，在公元10世纪左右，有一伙掌握了水稻农耕的异乡人抵达了日本列岛，后世一般把这伙异乡人称之为弥生人。神文人是很抗拒水稻农耕的，但历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到了公元3世纪左右，邹访以外的地区全部被弥生文明吞没，邹访地区成了神文人最后的阵地。但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弥生人最终还是统治了邹访地区。自此，弥生文明取代了神文文明，这便是真实历史上的邹访大战，没有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被历史无情碾过的掣折。而后世认知中的邹访大战，一般是指从这一时期开始流传于后世的一则神话。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神话，我会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述，可能会出现一些措辞不当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容。2神话中的邹访大战。その巨木には神が宿っている。话说，在日本古代有一个叫出云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由一个叫大国主的神建立。某一天，众神之王天照大神派出了一个使者到出云国，使者要求大国主交出国家的控制权。老登，你该退位了。正在大国主犹豫间，大国主的儿子剑鸣方神出言拒绝了使者要求。使者心想：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剑与鸣方神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于是向有备而来的使者发起了比力气的挑战。比赛开始后，那使者竟不讲武德，一会儿将手变成冰柱，一会儿将手变成利刃。剑与鸣方神被吓得大惊失色，头也不回来就跑了。在经过了漫长的逃亡后，剑与鸣方神抵达了他忠实的邹访。靠着在邹访地区传授当地人农耕技术，剑与鸣方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邹访的神。以上便是日本官方神话中对于剑与鸣方神的介绍。什么邹访大战不存在的，用武力征服太 low 了。我们剑与鸣方神讲求以德服人。然而邹访地区当地流传的一则神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地版本是这么写的：话说，剑与鸣方神在被打败后，由于没有了自己的地盘，于是便入侵了邹访。值此危难之际，有一神站了出来，
他就是谢氏神。这位走访的统治者神文人的神和剑与冥方神这位弥生人的神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大打出手。一番鏖战后，谢氏神败了。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剑与冥方神胜利后并没有消灭谢氏神，而是让谢氏神担任自己的副手。从此，剑与冥方神带来的农耕技术便在走访地区普及开来。二神的后代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共存，相互交融。这便是走访地区的神话。3. 东方中的走访大战。その神様は気づくと神社と一緒に山にいた。人々は同志を山の神様と崇め祀っていました。その神様の持つしめ縄を人々は蛇に見て永遠を信じ信仰していたが、人々は寿命を知り信じなくなり、天才に対抗する術を身につけ科学を信仰し始めた。プライドの高い神様を一人悩む役にどうすればもう一度信仰心を取り戻せるか考えていました。これはとっつきがたい神様のそんな悩みのお話です。据说当年尊在给《封神论》的创作找灵感时，也考据到了这两个不同版本的神话，一个是官方神话，一个是民间神话。尊不信官方神话，但也不敢完全相信民间神话，于是他将两则神话融合，ここで魔法カードを使わせてもらうぜ。融合発動，创作出了东方版本的走访大战，象征文明、技术与进取的神奈子代表了弥生文明，象征自然、土地与记忆的走访子则代表了神文文明。用唯物史观的话来说，就是弥生人先进的水稻农耕取代神文人落后的狩猎采集是历史的必然，即先进的生产力必将取代落后的生产力。而走访大战的神话描述的便是神文人和弥生人统治权的更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剑与冥方神战胜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谢氏神只是时间问题。反映到尊在东方的创作上，便是即使走访子拿着先进的铁器当武器，也无法战胜拿着藤蔓当武器的神奈子，因为他们比拼的根本不是武器的锋利程度。神奈子手中的藤蔓代表是一套全新的、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这是生产力的降维打击。而走访子手中的铁器，仅仅是旧文明体系中最锋利的一件工具罢了。这就好比你在冷兵器时代的中国练就了天下无双的剑法，却要去对抗工业时代英国的舰船利炮，你怎么赢？你没法赢。历史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走访子的失败不是他个人不够强大，而是他所守护的整个旧时代已经被历史宣判出局了。即使这一次青蛙子侥幸战胜了神奈子，还会有别的王奈子、李奈子代表弥生文明来挑战神文文明。青蛙子被打败只是时间问题，所以青蛙子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性。もしかして早苗さんですか？早苗のことご存知なんですか？私は早苗の姉弥生です。お姉さんなんですね，メリー。临时补充一点，在蜜蜂活动记录第2话中，制作组为早苗虚构了一个姐姐，早苗是走访子的后代，代表神文人，而姐姐叫弥生，显然代表了弥生人。从远古时二神的斗争，到如今他们的后代已经化干戈为玉帛，完美符合真实的历史。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没想过为何给早苗的姐姐起名叫弥生，现在真是知道了什么叫温故而知新。4. 我对走访大战的思考。当我们拨开历史与神话的迷雾，重新审视这场走访大战时，或许会发现，尊他想讲述的，并非是一个冷冰冰的关于文明更迭的必然规律，他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失去与获得，关于征服与守护，最终归于和解与家人的故事。战败的走访子，他失去的不仅是领土和信仰，更是与他共存了上千年的那个宁静的自然时代。他所守护的湖泊、山峦与记忆，都将被新的秩序所覆盖。那份孤独与失落该是何其沉重。而胜利者神奈子，他真的只是一个无情的征服者吗？也并非如此，他带来了新的文明，却像一个离乡的游子，迫切的需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扎根下来。他进取的背后，何尝没有一份离家的漂泊与不安呢？于是
历史上最温情的一幕发生了。征服者没有驱逐旧神，而是向他伸出了手。他们共同建立了守使神社，将神文的自然与弥生的文明共同作为信仰的基石。在漫长的共度中，从最开始的剑拔弩张，渐渐化为了日常的拌嘴与玩闹。史奈子负责开拓进取，将信仰带向更新的时代，而邹芳子则化为土地的守护者，用他古老的记忆维系着这片土地最本质的灵性。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他们是共治一方的神明，更是亲密无间的家人。所以当我看到封神录结尾，他们一起嵌入幻想乡，在新的世界里继续吵吵闹闹的生活在一起时，我看到的已不是一场战争的残局，而是两个曾经为敌的孤独灵魂，在历史的洪流中最终相拥，用千年的时光将战争的伤疤编织成了名为家的羁绊。这或许就是邹访大战最动人的启示。文明的碰撞或许不可避免，其过程也可能残酷而无奈，但人类乃至神明最珍贵的情感却是能在碰撞的废墟上开出名为理解与共生的花朵。最强的力量不是能够战胜对方的铁器，也不是象征进步的藤蔓，而是历经千年的风雨后依然能够并肩坐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那份温柔与包容。那么以上就是我眼中的邹访大战，希望给你带来了看待这场大战的全新视角。那么这里是冰须，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